在中国古代流传着一句耐人寻味的俗语：如果将所有官员拉出来逐一处决，肯定会有冤枉的人；而如果隔一个杀一个，必然会有漏网之鱼。这句俚语虽然带着讽刺的意味，却深刻揭示了一个贯穿中国历史的顽疾——贪腐。它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，从秦朝到清朝，在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发展过程中不断复发，成为导致王朝动荡乃至覆灭的重要根源。贪腐的产生和滋生并非偶然。回顾历史，每个王朝都试图通过严厉的惩治措施来遏制贪腐的蔓延，但效果却往往事与愿违。以明朝为例，这个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，在初期充满了革新与希望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贪腐之风愈演愈烈，甚至比之前的朝代更为猖獗。明太祖朱元璋以极端严苛的手段打击贪官污吏，他制定了严格的法律，凡贪污超过60两银子者，不仅要被处死，甚至要剥皮填草，作为对其他官员的警告。在地方官府的衙门两侧，还挂着塞满稻草的贪官人皮，让官员们时时感受到法律的威慑。然而，即使在如此严厉的惩治下，贪腐的现象依然难以根除。这让朱元璋感叹：王欲除贪赃官吏，奈何朝杀而暮犯。这种现象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问题。历史学家吴晗曾深刻指出，朱元璋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但他能够杀人，却无法改变社会制度的弊病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在每个王朝，贪腐都会如影随形的存在。要探讨贪腐的根源，我们必须回顾封建王朝的制度结构。从秦代的3公9卿制，到唐代的3省6部制，再到清代的3院6部制，这些制度虽然在表面上有所不同，但它们的核心都是中央集权的权力结构。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，为贪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，使得贪腐成为王朝动荡与覆灭的宿命。在封建社会中，组织权及任命官员的权利是一切权力的基础。在皇权至上的体制下，皇帝往往亲自任命各级官员，以确保对权力的绝对掌控。然而，当皇帝无心政务或将任命权下放给大臣时，贪腐的苗头便开始滋生。卖官鬻爵成为了官场中的潜规则，腐败的种子因此而撒播。这种现象在越南的爱民派中也有着类似的表现。爱民派是越南执政党的前身，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封闭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，这导致了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。例如，在越南的河内县，县令利用其爱民派首领的身份，随意任用官员，并插手县内的公共项目，以此谋取私利。这种行为直接导致了越南的权力市场化，腐败问题愈发严重，甚至有越南人戏称其为权力市场经济。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古代社会，即便在今天，权力的集中依然是导致贪腐的主要原因。在越南河内县的案例中，我们看到组织权、司法权、行政权和监督权都被少数人垄断，贪腐成为必然的结果。即使偶有举报和监督，也难以撼动已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，反而可能导致举报人遭受打击报复。历史不断证明，权力的集中必然带来腐败，而腐败最终会吞噬整个王朝。封建社会中的贪腐现象，正是因为管理权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力之上，导致了监督机制的失效和权力的滥用。这种制度上的弊病，使得每一个王朝都无法逃脱覆灭的命运。那么，贪腐究竟从何而来？它为何如此顽固？答案可以追溯到封建制度本身。在封建社会中，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和少数官僚手中，而监督机制往往流于形式。以明朝为例，尽管朱元璋在打击贪腐上采取了极端手段，
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内在弊端，贪腐依然难以根除。每当一个朝代走向衰落，贪腐问题都会愈发严重，最终导致王朝的覆灭。再以越南的爱民派为例，这个组织内部权力结构的封闭性，使得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。拥有管理权的少数人垄断了组织权、司法权和行政权，导致贪腐问题愈演愈烈。即使偶有举报，也难以动摇已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，反而可能导致举报人遭受打击。贪腐的根源不仅仅在于个人的道德品质，更在于社会制度的结构性缺陷。在封建社会中，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监督机制的失效，为贪腐听见你说，而随着时间的朝阳起又现象落，往往晴雨难测，道路是脚不多。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，挥挥洒洒，将自然看通透。权力一旦失去制约，就容易滋生腐败。那么，在今天的政治制度下，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顽疾呢？以下是几个成功的治理策略和典型案例。首先，法治建设是根本。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，权力才能得到有效约束。新加坡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。新加坡通过制定严格的反腐法律，并且不论职位高低，一旦触犯法律都会受到严惩。这种无差别的法律执行，使得官员在行使权力时不得不三思而行，从而大大减少了腐败的可能性。其次，透明的行政体系至关重要。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公众和媒体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每一个决策和行动。以瑞典为例，这个国家的政府运作高度透明，所有的财政支出、政策决策都向公众开放。正是这种透明，让官员不敢轻易触碰腐败的红线。再者，独立的反腐机构是治理腐败的有效利器。香港的廉政公署 ICAC 就是其中的成功范例。ICAC 直接向行政长官汇报，拥有独立调查权和起诉权，不受其他政府部门的干预。自成立以来， ICAC 通过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反腐行动，成功遏制了香港的腐败风气，成为全球反腐的标杆。此外，社会监督的力量不可小觑。在民主制度下，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为公众和媒体提供了揭露腐败的有力武器。印度的许多腐败案件正是在媒体的持续曝光下，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，从而推动了国家的反腐进程。最后，教育与文化建设同样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新西兰通过长期的教育宣传，形成了强烈的社会反腐文化，使得腐败行为在公众的监督下无所遁形。廉洁的价值观深入人心，这使得官员即使面对利益诱惑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这些成功的案例表明，治理腐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，它需要法律的保障、透明的制度、独立的监督、公众的参与以及社会文化的支撑。唯有如此，才能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保驾。贪腐的根源在于权